我觉得不要讲的好像什么签好乐高大人，好像你在吹捧一样。你没煮过的有几款？6个，不行，这个问题不能问。大家好，欢迎收看《玩具，我是吴，我是金豪。今天的画面臭臭，但是玩具香香。今天呢，我们来到千豪家呢，其实就是千豪是我们玩具人乐高担当、乐高劳工，AKA。心中最软的一块，所以千豪是玩具人，我们专门在撰写乐高文章的一个算是达人。达人不敢当，一个喜欢乐高的人。好，那今天我们其实要跟各位玩具人介绍，算是我们的千豪精选2023年10大推荐乐高。所以我有看蛮多在讨论这个话题的文章，然后再加上一些我自己的想法。这个话我觉得算是比较非私心的一部分。OK， 那当然有一些我会说是漏网之鱼。那个漏网之鱼呢，就是我自己比较喜欢的。我觉得不要讲的好像什么签好乐高大人，好像你在吹捧一样。签好这10款里面，你没煮过的有几款？不行，这个问题不能问。这次我们是由零件数少到零件数多来开始列举。首先，我们直接先进入到我们的第一款好了。最开始的呢，刚好就是我们桌上的这个编号40649的放大版乐高人偶。这个那时候推出的时候，我们都还蛮兴奋的。而且那时候就是台湾那时候比较慢，因为他那时候货还对，我们一直在等。后来等了大概一阵子，因为我记得他那时候说2月，结果好像拖到6月。这个算是我自己觉得它算是一个蛮入门，然后蛮好入手的一个乐高，然后它煮完之后又很好展示，然后它的完整性也是非常的高，价格的部分也是我觉得算是平易近人，就不会说很贵，所以算是一个直接拿出来推荐的。第一个，这个放大版乐高人偶呢，顾名思义，它就是一个放大数倍之后的很可爱的一个红蓝配色的一个基本的人偶，算是一个蛮经典的。那时候我觉得煮的时候蛮惊艳的是，它脚的这里组成真的很厉害。对，我那时候煮的时候有，因为它就是斗上去而已，就可以还原乐高人偶的那个样子。我就觉得哇，真的很厉害。那它除了就是外观完整度很高，然后这些组装的造型线条也还不错之外，它的帽子这边也可以打开，因为它的盒组里面附上了一个跟它一模一样的，可是一般乐高人偶比例的一个小的人偶，然后这边有个驾驶舱，可以让它在里面。它之前就有出那个海盗的嘛？对，因为那个海盗的是乐高之家限定，所以变成说那一款的入手难度就比较高，所以这个就真的算是你可以蛮轻易就买到的一个款式。其实我觉得它肩膀拼接也蛮厉害的。千豪以前都会说什么堆砌的部分很厉害，相信大家也会觉得到底是什么意思？应该就是这个意思吧。我想起来一件事，就刚我们前面不是说台湾比较慢嘛，然后那时候我想说算了，我自己去官方找那个说明书来拼好了，因为我很期待。结果我里面超难，就是它虽然外形是很简单，可是它里面的构造其实是蛮复杂的。它有用一些科技件，就变成说它里面的那个角度其实不是这么好抓，然后零件也没有这么容易。所以后来就想说啊，还是等。你小看了，我等官方，对不起，我错了。那接下来呢是编号43230的，向华特迪士尼致敬的那个复古的摄影机。这款组可能是近年平常没有在玩乐高的人，可能会买乐高的一个商品。基本上它的颗粒感都已经修掉了，摆起来就是一个很漂亮的模型，所以真的会吸引一些平常没有玩的人来买。整体来说，它除了外观漂亮的摄影机跟很精致的脚架之外，你知道它那个脚架它都把就是我们那些把手啊，转那个都有做出来，虽然都没办法作用，可是就是很细致。它人偶的部分就是有附上初代的黑白米奇，其他此前都没有的小鹿斑比还有小飞象，跟华特迪士尼本人，就是基本上你只能买这一组，其他盒组都还没出现，然后人偶包也没出现。对我来说，这一盒最猛的就是小鹿斑比、小飞象跟华特迪士尼。然后还有一个另外很大的卖点是它的那个胶片，因为它那个胶片就不可能让你贴贴纸嘛，它就是都是全印刷件，它上面有很多就是迪士尼的经典动画，然后用乐高的方式去重新诠释。37公分，37公分也不小，算是一个蛮有存在感。它这个摄影机里面呢，你可以从侧边这样打开之后就是一个华特迪士尼在里面工作。华特迪士尼的工作室，我觉得这感觉就像什么？你有看过那种你要买咖啡？投贩卖机，然后贩卖机里面坐一个人，搬动咖啡，你在那边拍电影，然后华特迪士尼在里面狂画。
这么猛的人物阵容，当然是要有一个很厉害的底座来衬托它。它的底座是一个结合了场记版跟多平面摄影机的一个造型，它让你感受他们以前用就是一片一片去换，然后让人物动起来的那个感受。实体来看真的是蛮漂亮的。接下来我们介绍第三个呢是编号31142的太空云霄飞车。这个推荐的最大的一个原因是因为它把那种小孩子会很向往那种太空啊科幻的感觉，结合游乐园，像里面也有发光砖啊，然后也有用那种几何零件拼出的字体，那个元素也是我很喜欢的一个东西。除了太空的云霄飞车，还有自由落体，跟旋转木马，就是转来去的零件都是一样。有一些比较喜欢自己拼的乐高迷，他们可能会脑袋有一个官方的样子，可是他会自己把那些零件拼成他想要的造型，对我们来说就是一个挑战这样。那第4款呢是来到编号77015的金像神庙，出自法柜骑兵哈里逊福特，演到80岁都还要演的。我小时候对他印象很深刻，我永远都记得那时候我妈跟我爸把我二哥跟我丢到我阿嬷家，然后我大哥那时候幼稚园毕业，爸妈带他去美国玩，回来之后爸妈们一直在讲说他们去美国迪士尼去玩印第安纳琼斯，他们说你就坐那个车啊，一定是被那个石头对，我爸妈就一直跟我讲这个，所以我对印第安纳琼斯就是有一个这个印象。就是它在一个有限的场景里面，它就是很还原电影里面我们的印地，他们经过了一些陷阱，然后最后到达那个供奉那个金像的地方。然后他不是想要偷天换日，本来以为成功了，后来还是触动了机关，然后神庙开始倒塌，然后就跑出来，可以把整个过程都算是拼出来还原给你看。算是整个很浓缩的啊。里面有很多的机关去让你还原，最经典就是那个石头这样滚下来，还有那个神庙会开始倒塌的那种造型，就是它正面的完整度很高，它都把机关联动的那些科技零件藏在后面，你真的是可以很享受它整个正面带来的那个视觉效果。除了我刚刚前面提到它场景很完整之外，它在底座的部分也有做一些很棒的装饰，整体的完整性是很高的。然后它上面有一些树木的一些搭配，这样子让它整个感觉好像在丛林里面。那人偶的部分也是蛮精致的，就是有年轻的时候的哈里逊福特。那我们第5个要介绍的乐高什么呢？编号21338的 A 字形小屋。那这个 A 字形小屋呢是属于乐高 IDS 系列的，那零件呢有2082片。它的原始设计是来自一个意大利的乐高迷，他本来呢就是堆砌出一个很漂亮、很舒适的一个木屋。他那时候有注入一个故事设定，就是一对2兄弟的房子。那2兄弟呢就是有点受够了都市生活，然后就搬到一个安静的森林里面，然后打造出一个小木屋生活。那你要跟我一起搬到小木屋生活吗？先不要好了。经过后来官方的商品化，然后修改之后呢，它变成算是一个蛮多人一起来，比较热闹，然后也附上了蛮多动物的零件，还有当初那时候2023年就2月那时候新推出的飞蛾零件，还有像是松鼠啊、水獭、青蛙这些。那水獭其实算是比较少出现的啦。它在外观方面呢，就是一个非常漂亮的木屋，它把它的整个周边的感觉都做出来，因为它有树木，然后有帮它垫高的一个算是石阶，整体就是一个完整性算是蛮高的合组。那我记得他一开始就是那个创作者，他做出来的时候是不是颜色是比较偏深的？那乐高把它就是弄得比较彩色一点。在 IDS 系列从素人做的这个作品到官方商品化，如果是木头颜色的投稿，很有可能颜色都会变比较亮。我觉得算是一个考量吧，因为我自己来说，我也是比较喜欢颜色比较亮的木头颜色。可能有一部分的乐高迷就会觉得说，比较深的木头才是比较贴近真实的木头的颜色。这样，除了它外观非常漂亮之外，你把它侧边两边的这个屋顶打开之后呢，可以看到1楼是很多，比方说起居室啊，2楼呢就是卧室，这里面就是非常的舒适漂亮。为什么它会上榜呢？它不过就是个树屋嘛，有什么了不起的？对我来说，这一组是外观跟内装都算是上乘之选。我觉得最大原因是因为除了玩具的本体之外，它迷人的之处是它传达出一个比较悠闲、比较没有这么忙碌的一个生活感的营造，这样，这是我自己选这组的原因。OK， 第6款乐高呢，就是我们之前签好开箱过的，编号10323 Pac-Man 的游戏机。就如果你是一个喜欢电玩的人，你可能就买这组就够了。我记得那时候看签好的开箱报告，我觉得最屌的地方应该是里面的那个画面是可以动。它那个呢，就是运用了很厉害的科技零件的联动，就是它在侧边设计一个把手，然后你这样转，它在里面这样动来动去。
这个的组装的过程也是相当的有趣，就是把那个迷宫的路径堆砌出来，然后去享受它里面，它算是那种履带零件去联动，然后在履带上面再插一些插销，所以你可以把那个 Pac-Man 就这样叠在上面。哦，虽然它的移动的路径是固定的，但是也是够呛。它是还原整个街机的，算是一个小机台这样。那我觉得它有把那个把手啊什么都做出来，超可爱的。它那个把手在移动的时候，它是用一个那种软的橡胶零件去压在下面，你真的有在玩操纵的那个手感。然后它投币的那边，它有利用发光砖去发亮，仿照那个零钱投进去然后亮的那个感觉。哦，看超炸的，超级酷。上面的那个，它就是把 Ghost 跟我们 Pac-Man 实体化嘛。那时候还有一个按键是按着之后，它会变成吃到大力丸的时候，对 Ghost 会全部变成同一个颜色，然后跑来跑去的样子。里面的那个齿轮的联动也是很有趣，它就是用超大的齿轮然后去带。除了外观很漂亮之外，你把它转到背面，然后打开之后呢，里面就是你可以看到那些机构的在联动。它附上了一个就是小的场景，以前那种复古电玩店那种地板，对，它是用一些几何零件去堆砌，然后它有一个人偶跟一个小的机台。我觉得那些都是小巧思，光那一个小巧思就足以构成买这个乐高的理由。那接下来第7个就是。第7个呢，就是我们哈利波特主题的76419霍格华兹城堡与领地。虽然这个是2023年推出，也是在千豪的10大推荐之中，但我觉得其实你是不是没有那么喜欢？你是组过真正大合组的霍格华兹的男人，所以这个其实你应该看不太上吧？应该觉得当然这一款算是71043那个霍格华兹城堡6000多片的那个缩小的版本，但是它依旧是今年哈利波特的系列商品之中算是一个很有代表性的一个合组。那个71043直接是一个城堡，它可能就放在桌上。但是这个呢，它有把它的底座做出来。对啊，就是真的是各有千秋啦。那这个霍格华兹的城堡呢，它整个组完之后长度大概是35公分，基本上就是算是容易展示的大小。它整体的外观还原度跟它周围岩石峭壁结合，它那个的线条也都勾勒的蛮漂亮的。那当然加上它湖泊的底座，让它整体的一个完整性又更高。所以我可以说这个算是比较属于展示类型，因为你之前组那个它是有附一些人偶嘛，那这次其实就只附了一个人偶。这次的人偶其实蛮特别，它是一个全金色的人偶，然后它是霍格华兹的建筑师。他那时候是他跟雷文克劳一起设计的这个霍格华兹的学院，就你进去霍格华兹，然后你就看到一个雕像，然后那个雕像呢就是那个建筑师。这个人偶会迷人的点就在于说，如果你是一个很细节控，然后很喜欢哈利波特的人，你就会觉得哇，这个人偶有见地。虽然你推荐了这个，但其实我还蛮期待的一款就是古灵阁金库的那一款乐高。我那时候看到预告片，感动哎，真的假的？预告片是你爸爸带他女儿去买，对，然后超炸的！它有上榜吗？古灵阁呢，就是如果你已经有前面那个比较大的城堡啊，你不想再买一个城堡，就可以考虑古灵阁这个选项。因为其实古灵阁的零件数有到4000多片，是比这一个还要更大。可是因为它组完之后又更大，地面上是银行，然后它地下是金库。对啊，看这真的超帅，直接全雷打。真的假的？对啊，我觉得那个真的很屌哎！你给我看这个古灵阁的这个，这个组装的人，他的头发也太大了吧！这个人的头比那个银行还大。接下来第8个要介绍的乐高76252蝙蝠洞暗箱，我觉得算是偏展示型的合作。什么样的人会想要买蝙蝠洞？我觉得这可能是乐高经过商业上的考量做出的一个选择，因为买蝙蝠洞的人基本上应该是有一定的年纪，然后又会买1989版本的，应该就是已经蛮老了吧，老粉等级。他们会比较倾向于一个好的展示，这次把蝙蝠洞里面那些机关的把玩性把它推到比较后面，算是有一个突破性的外观造型的设计，去把蝙蝠洞的一些机关全部都藏进去，让很多很喜欢蝙蝠洞的一些老粉丝或者一些比较大人的乐高迷会很喜欢这一个蝙蝠洞的原因。当初那个设计师也依旧认为，一直出现的这个蝙蝠车是这一款蝙蝠洞的一个最中心的象征所在，所以他们重新设计的那个蝙蝠车，他们把那个服翼重新设计，然后它可以把就是那个蝙蝠车的机关枪这样打开，然后弹出来，算是一个诚意满满的一个合组啦。第9个呢，今年迪士尼100周年的一个重点商品，旗舰级的商品。对了，
我现在哼出来就透露我的年纪，现在好像已经不是这样了。就是我们的43222 Disney 城堡，2016的那个版本是叫4000出头片，2023年这个版本呢，零件是来到了4800多片，零件上在升级，然后外观上呢是直接用上了更多金色的零件去点缀。这次这个迪士尼城堡呢，除了在外观上面整体来说更华丽之外，它内装也是有很多很丰富的元素，像是有睡美人然后美女与野兽跟魔法师的学徒这几个经典的动画片，它都有把里面的一些场景注入进去，算是一个外形超好看，里面也超好玩。然后这次它的人偶的组合呢，是以公主跟王子来搭配，灰姑娘跟白马王子，白雪公主跟佛罗里安王子，青蛙王子的蒂安娜公主跟莱文王子。我自己比较熟悉的呢是长发公主乐佩跟费琳。费琳算王子吗？对长发公主来讲，她是王子。白马王子跟佛罗里安王子这两个王子的乐高的人偶是只有在这一组城堡里面才有，跟之前不一样，就是除了它是很大量金黄色的这个乐高砖，我觉得它在下面那边用一个有点像是灰蓝色的乐高砖，我觉得那颜色蛮特别。除了我们刚刚前面提到那个摄影机之外，现在这个最新的城堡也绝对是一个让人想要入手的一个选择。第10个我觉得是千豪评价很高的一组啊，编号10316的瑞文戴尔精灵庇护所，那时候也是我跟千豪有一起介绍，那时候2月而已，然后那时候我就说不管啦，这个就是今年最屌的。到现在你还是觉得还是这么认为。魔戒的乐高是从2012年开始推出，到中间一段就销声匿迹了。像我这种比较晚开始玩乐高，然后会想要去回追的人，就求助无门。除了有点难买之外，也太贵了。所以这个瑞文戴尔的出现，算是很多喜欢玩乐高的魔戒迷一线生机。因为那时候2022年的时候有魔戒力量之戒这个影集嘛，然后那个时候大家就在说，有没有可能乐高会再出魔戒的合组？就没想到一出直接来个炸裂了。这次这个瑞文戴尔呢，有很多木头的颜色，然后绿色，然后白色，真的是一个出淤泥而不染的感觉。就是因为它在魔戒的合组里面也算是一个很特别的存在，整体的场景非常漂亮，然后有很多很厉害的拼法之外，它人偶也是给的相当的大方，就直接收起一整个魔戒原真对。然后还有像是精灵王艾隆，当初在玩的时候是真的有很多地方对我来说那就是一个乐高的黑科技，像是它那个凉亭，它那个白色的凉亭是可以直接这样拿起来，可是它放进去的那个周边那个底座又不是一个很平整的造型，就等于说它要考虑到很多算是一个3维层面的堆砌的方式。他们开会做的那个圆的那个地方也是可以拿起来，然后里面有那个左轮之眼，千豪说的那个凉亭，它上面的那个雕花的设计很屌，它的零件也不是为了开发出来，对，就是你之前司空见惯的一个零件，对，然后它把它拼成那种半球状，然后还原出精灵庇护所那种很神圣的感觉。整体来说就真的是超级漂亮，到现在都还是觉得组那个的时候真的是非常的快乐。这个瑞文戴尔其实在关键字去搜的时候，都一直是2023年最棒的合组讨论的中心点之一。可能很多人在讨论瑞文戴尔，然后没有这么推荐的原因，就是因为价格跟空间不够。可是它整体的外观的还原性，然后很漂亮，然后机构的设计都是大家觉得很厉害的一个合组。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第10个要推荐给各位玩具人的。就我觉得要做这个排名就很难，然后我中间其实也取舍过很多个，像比方说爵士俱乐部，然后还有 Land Rover Defender 90，还有一个像是黄金国堡垒，也是一个蛮有意思的题材。因为其实乐高前阵子经历了90周年，然后他们去把以前一些经典，可是就你很难入手的，它重新再翻新，然后再重新推出。其实黄金国堡垒它之前在1989年的时候也有推出过，那个时候的编号是6276，可也是同样是黄金国堡垒这个名称。然后它在人偶的部分也是给了很多个就是很帅的官兵，跟2个海盗跟一个猴子，猴子真的是可爱。OK， 这次2023年盘点呢，是截至我们目前为止就是玩过跟体验过的，还有已经发售的。那其实在未来像是11月24号黑五当天发售的复仇者大夏，还有12月1号会推出的2024年的街景自然历史博物馆，这次我们就先不列入评比，因为我们也还没真正的玩过，我说就先不放这样。差不多就是这样。我们刚刚就是介绍了这么多，里面有没有你真的会想要花钱买？对，就是
撇开我已经有买的，我觉得迪士尼100周年的那2款跟小精灵我都蛮喜欢。但如果你说这3款要再挑的话我会挑迪士尼城堡，那就是一个童年回忆。有一个城堡是一件很屌的事。那这个就是我们这次跟各位玩具人千豪推荐的2023年10大必买乐高，相信还是有一些遗珠之憾，因为我们这次挑选大部分都还是比较大型的合组。那我觉得各位玩具人，如果你们也有觉得哪些乐高合组不错的话，在下面留言跟我们推荐一下。我们在玩具人网站呢也有上一个文章啊，千豪推荐的10大乐高，希望大家也可以去看看。OK， 那今天影片到这边，我们下周再见，拜拜。出过，然后现在出就还是这么让人喜欢，就觉得难怪他要再出，就是应该要买。对，我觉得就是热门的题材真的还是相当受欢迎。像霍格华兹真的也是一出再出，因为除了之前那个大的之外啊，后来有陆续推出那种就是霍格华兹的场景，就是一些边角，对，然后你可以收很多个就拼起来，就那个很恐怖。所以我觉得霍格华兹真的是也是一个很恐怖的吸钱机器。千豪一定都会好好的回复你们的，把工作推给我。没有啊，因为就是他们讲的话，我要去查吧，我才知道。